嗨，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恩主，有我一切都安啦。这是一个以医疗和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提供白话医疗、照顾技巧、社会福利资讯与服务输送等给社会大众社工系的学生或正往社工生涯前进的每一位，一些滋养、一些工作技巧等知识，希望对你有帮助。喜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家庭暴力大多有一个阶段性的恶性循环，总共有6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像用打气筒打气一样，在一个功能不佳、沟通不良的家庭中，产生了紧张或压力的问题，开始积压，这个是建立期。然后施暴者会以身体或体能或者是权力的优势性恐吓或攻击控制受害者，这叫累积期。到了某一个引爆点，则会产生暴力，这个叫做暴力期。造成伤害事件，施暴者感到羞愧、后悔、羞耻，这个叫悔恨期，并且会设法避免所带来的后果，提出不再犯的保证、承诺，而这些施暴者会采取一些赎罪的行动，例如求妻子或者买小礼物补偿小孩，这叫做赎罪期。接下来有一段和平相处的蜜月期，但原来问题并未解决，直到下一次问题再度出现的时候，又会进入上一次的这个循环。接下来进行快问快答家庭暴力的迷思。一、家庭暴力是罕见的？不是哦。家庭暴力在医院是最常见的人为因素造成的外伤，就是家庭暴力。轻则红肿，重则骨折或重伤。2、家庭暴力是心智异常或精神病患的行为。在媒体报道下，感觉好像是这样，但是绝大部分的施暴者，有很多人都是正常人，而且是你认知的好人。3、家庭暴力仅出现在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中。这是一个刻板的印象。在美国，根据统计，有25%的受害者是属于白领阶级或者是专业人士。第4，家庭暴力会发生在各族群中，因此与社会因素无关。社会会助长暴力的产生，家庭暴力与社会因素有密切的相关性。5、受虐儿童长大之后一定会成为施虐者。这主要是受到代间传递论或者是暴力循环论的思考模式，配合上述施虐者年幼曾经受过受虐的经验比较高的事实造成的一个迷思。第6，受虐的妻子喜欢被打，否则他们早就离开施虐的丈夫了。这个问题就行为上面看好像是如此，但是有的时候不离开是有其他的原因或坚持，例如他希望给孩子一个健全完整的家，例如是有经济的问题或者受到威胁，这些都是一种习得无助感的一个概念。第7，酗酒或滥用药物的家庭暴力是真正的原因。事实上，有更多数的施暴者在清醒的情况下做出暴力的举动。第8，暴力和爱是无法并存在家庭中吗？在一般人的常识中，多半认为暴力跟爱是无法并存的。
但事实证明，曾经有受到暴力对待的个人，仍然有可能爱着施暴者。加上受虐者常有自己应该被打，或者被打是有人关心的这种想法，以施虐者对于打你是为你好的执着，这两种加在一起，很容易在一个长期稳定功能的家庭中发生具有伤害性、迫害性的暴力事件。家暴或儿保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犯罪的人会被警察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被关起来。为什么我没有犯罪？我是被家暴，我被打，我不是施暴者，为什么是关我，而不是关打我的人？这个疑问是很多人的疑问，也在剧中有利也非常不高兴的说，坏人在外面逍遥，而我为什么没有自由？而警察也没办法保护我。说到这件事，先说一下家暴发生后要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在台湾有哪些程序会进行。首先，发生的当下有几件事要特别注意。第一，发生的当下如果被攻击，要用2只手去抵抗，尤其施暴者攻击头部的时候，更是应该用双臂保护头部，避免头部受伤，因为头皮比较没办法验出伤痕，而手背会比头部更容易验出伤痕。以手背保护头部，可以让攻击点落在手背上。第二，大声喊叫引起家人或邻居的注意，除了协助报警之外，日后也可以作为出庭的证据。第三，现场录音，如果有机会可以将施暴的过程录音存证，有助于法庭上使用。第二，事后当施暴者离开之后，现场应该拍照存证，尤其是施暴者有毁损物品、撕烂我们衣服的时候，都应该拍照，以供未来在法庭上使用。受伤处应该拍照，可以与验伤单比对，作为证物。无论伤势的大小，都应该到医院或诊所接受医师的检查，更应该告知医师是遭受到家庭暴力，并开立验伤单，开立移走验伤单就可以了，不一定需要人形图。第二，立即告知亲友，让亲友知悉事件经过，除了可以舒缓受暴力的虐待之后的情绪，将来也可以出庭作证。第三，到派出所将人、事、时、地、物清楚地告诉员警，请员警协助做家暴的通报。如果需要，一并申请保护令。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去，可以请员警协助找政府的社工协助。接下来就会被关进去，关到庇护所去。第四，如果施暴者向你认错、道歉的时候，应该要叫他写悔过书，将来施暴的事件记录下来，并由施暴者亲自亲笔的签名盖印章。如果你要离家时，应该到安全的地方，比如说警察局、亲人的家或朋友的家居住，也可以打保护专线113寻求暂时的庇护，就会被关进去。当然也有些县市它是用旅馆的方式。如果你已经已婚，在离家后最好避免到男性友人家留宿，以免对方指称你通奸，影响你自己的权利。第五，孩子如果也有危险，年纪较小，需要母亲照顾的时候，可以将子女一起带出，
不要将子女单独留下。离家后一定要将户籍迁到可以收信的地方，避免受到暴力离家后反遭施暴者提出不履行同居之诉讼，又因户籍地与施暴者在一起，无法收到法院信件，而未能出庭反驳的话，以致被判败诉。如果孩子有见到暴力的过程，应该先将孩子的证词录音录下，避免日后孩子遭受压力，或者怕亲人判有罪而不愿意作证，或做了一些不实的证词。如果接同子女离家，子女的学区可以透过社会局处的协助办理转学，不需要担心学籍的问题。在保护令的部分，保护令是民事保护令，以下简称保护令，共有3种，分为通常保护令，有效期间为2年以下，每次可以延长2年以下；暂时保护令与紧急保护令得不经审理的程序核发的时间，紧急保护令应于4小时内以书面核发。保护令除了紧急保护令外，应该于核发后24小时内发送给当事人、被害人、警察机关及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如果违反保护令罪，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被关进去的论点其实是相对人在法律未判决他有罪的时候，也没办法收押的必要的时候，这段期间他都可以在外面。如果保护令上有不得接近200公尺的这个限制的保护令，他在201公尺处，远警也拿他没办法，只能道德劝说请他离开。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只好选择关自己，保护自己的小命。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